这就是那位灾星大小姐吧？听说她命里带煞，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，所以打从出生起，夫人就把她送去庄子上。那现在接回来做什么？灾星吗？因为大师批命，从我出生那天起，黑生活就只剩下黑暗。你这个灾星！我好几天没给你饭吃，你怎么还不死啊？你看看你这副样子，真恶心。我们走吧。打记事起，我就被关在那间暗无天日的屋子里，任由婢女们打骂。有时候，他们忘了送饭，我就得饿上好几天。所以，我好不容易能离开那个地方，不管这群冷血的家人接我回来是为了什么，我都一定要想办法留下来，绝不能再被送回庄子。夫人，大小姐到了。拜见，母亲。你就是大姐姐？舒言，别碰她！母亲，青天剑都说了，灾星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，您怎么还信这个呀？母亲，庄子上跟我接触的奶妈一家都活得好好的，我真的不是灾星。别喊我母亲，就是因为生你，我九死一生，再也不能生育，只能困去舒言和子宪。你不是灾星是什么？要不是为了跟侯府的婚约，我这一辈子都不想见到。什么婚约？温家嫡女与侯府早有婚约，可舒言被二皇子看中了，你就代替舒言嫁给侯府。接我回来，只是因为我还有利用价值，真是可笑。夫人，那我带大小姐下去了。什么大小姐？家里的大小姐是舒言，以后你就喊她宁姑娘。温世明，再忍忍，只要能留下来，其他的都可以慢慢谋划。那个被送去庄子16年的大小姐，今天接回来了。大小姐回来了。当年那几桶滚的热水是我亲手浇下去的。有人妈说，只要那些花草全枯了，大小姐就永远是灾星。柳娘已经死了，可大小姐回来了，万一她查到我，以后宁姑娘就住在这里。这是香草，以后由香草伺候姑娘起居。多谢嬷嬷。这里比庄子上好太多了，这才是伯爵府嫡小姐的生活吧。姑娘请喝茶。香草，你可知大姑娘和侯府的婚约是怎么回事？侯府的富二公子名叫问舟，10岁时便名满京城，17岁被封为云辉大将军。他战功赫赫，威震四方，是世上顶好的男儿。大姑娘也是费了好一番功夫，才和他定下亲事。可是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他被敌人下了毒，如今双腿残废，太医断定他只有3、5年的寿命。咱们府里怕被人说薄情寡义，不肯退婚，所以才接我回来替嫁。也是，好东西怎么可能会留给我？可若是嫁过去，若能让我不必再面对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，嫁过去又有何妨？温世明，你都会些什么？养花啊。那是下人才干的事情。那你希望我会什么？四书五经总该会吧？我不会。琴棋书画总会吧？那也不。你什么都不会，怎么配得上温州？你还敢瞪我？跪下！纵然我不会这些，但我也知道，作为嫡妹，你没有资格教训。你还敢顶嘴？大姑娘息怒，侯府明天就要来人，听说富二公子也会一同前来。要是届时看到他脸上带伤，那可就……我不妨告诉你，温州心里一直喜欢的人是我。要不是温州腿瘸了，快死了，我怎会舍弃他？接你回来，不过是为了让这门婚事被拒绝的名正言顺。就算你是伯爵府的大小姐，又能怎样？我不要的东西，
也绝不会给你，你就等着被重新送回庄子。小姐，您别难过。我不难过，你没事吧？我会让这群看不起我的人悔不当初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这心里不舒坦，骂那个灾星几句就行了，打他干什么？你这手不疼呀？就那上不了台面的粗鄙样子，侯府啊，根本不可能看得上你。女儿知道，娘你接她回来是为了给侯府一个交代，伯爵府是要嫁女儿的。可女儿就是气不过，她刚出生的时候就害母亲，您受了那么多委屈，女儿不想她过得好。娘知道你孝顺，反正就走个流程。明日啊，侯府拒绝这门婚事后，就把她送回庄子上去。宁姑娘，侯府来人了，夫人让您过去相看。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给我准备，看来他们是打定主意要走个过场了。我绝不能就这么认命。香草，去帮我准备一身合身的衣服。是，小姐。若是问州今天说非我不娶，或许我不，没有也许。二皇子如日中天，将来他若登基为帝，我至少是个妃尉。老爷夫人，宁姑娘到了。知道了，让她进来。是。还不赶紧上前给长辈们见礼？他们根本没教过我行礼的规矩。这就是你们伯爵府的嫡女，连最基本的晚辈礼都不懂。你们伯爵府若不想与我们侯府联姻，不妨直说，何必用这么个上不了台面的丫头来敷衍了事？傅夫人莫要见怪，她自小在庄子里长大，不懂礼数。既然侯府看不上姐姐，那这门婚事能不能取消？富二公子，我可否单独跟你说几话？大姐姐，您就别再纠缠温州哥了，他不会。好。温姑娘特意邀我出来，可是有什么事要与我说？我想问你，为何不愿娶我？如今我这副模样，何必连累你？那如果我说这不是连累，而是救赎呢？我的情况或许你并不清楚。他们说我是灾星，从小就把我送到庄子上。我在那里被困了16年，我也想出去走走，想学读书认字。所以，富二公子，还望你给我一次机会。可我也就剩3、5年活头了。可我真的很羡慕你。羡慕我？人活这一辈子，要是能像你这般风光，哪怕只有3、5年，也总好过一辈子浑浑噩噩行尸走肉啊。他们都说我是灾星，傅公子，你怕我吗？这世上若真有能害人性命的灾星，那该多好！直接派去敌国，能免去多少将士沙场捐躯，又能避免多少人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啊！我虽不如弟妹才貌双全，但我会照顾好你的。我会干活，会种花，不会的我也可以学。我很聪明的，一学就会。好，若你嫁我，我必为你这一生安排周全。温州，你的婚事，大姐姐到底是粗鄙不堪，就算死缠烂打，又怎么配得上温州哥哥？温州哥哥，你肯定是不愿的，对吧？我愿意。你愿意？不可能！温州哥哥，你是真心的吗？你真的愿意？你不会看上他了吧？婚事成了，那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拿到属于我的嫁妆。我倒是小瞧你了，说，你那些狐媚手段是跟谁学的？
怪不得你能在外面混10几年，多亏了外面那些野男人吧。我没有强迫他，那是富二公子自己的选择。就你这样的下贱胚子，也配得上温州哥哥？你也配？姐，别闹了，温州哥也是没得选。他已经有过最好的了，怎么可能看得上这样的女人？你这样未免太自私了，是你先不要他的。难道要他孤独的了却残生吗？那他又做错了什么？他怎么会没错？他把自己弄成那副样子，让我被置于薄情寡义的境地，这难道还不够残忍吗？温淑妍，你理智一点。我知道，你也不过是跟我有几分相像，他得不到我，所以才找你当替身。同意这门亲事，你也是沾了我的光。你别说了，先要说，温州哥哥若不是把当成我的替身，怎么可能只跟他见过一面就同意结亲？你是沾了我的光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嫁过去，温州哥哥都不会高看你一眼。那就拭目以待。好了，滚开！温师娘，你是配不上侯府二公子的。如何不配？伯爵府的女儿配不上侯府的公子吗？你算我哪门子的女儿？你在跟侯府介绍我的时候，说的难道不是温家嫡女吗？好了，你母亲说的没错，以你这姿色，去侯府做丫鬟都不配。也就是看你跟舒颜长得有几分相似，傅公子才看上了你。你要谨记，嫁夫随夫。您说的这么委婉，他又那般愚蠢，根本不明白父亲的意思是能捡到这桩婚事，皆因你跟我相貌有相似之处。以后不求你回报，丧夫也罢，被赶出来也罢，都跟温家没有关系。这里没有人欢迎你，更不欠你。剩下的1个月，最好多学学你妹妹，除了样貌上，这仪态上至少也得有几分相似。没指望你得到侯府的认可，但也别刚进门就丢人现眼。舒颜姐那么优秀，不过是东施效颦，惹人耻笑罢。为什么温家人的眼神都这般不好用，还是在自欺欺人？你听明白了没有？请伯爷和夫人放心，我都明白了。你喊我什么？你们把我带回来，给了我一桩你们不想要又舍不得的婚事，我无以为报，了断亲情是我最拿得出。我有一事不解，想请教伯爷夫人。你们说我配不上傅二公子，是因为我家教不好，但你们从未教过我，我哪里会有家教？住口！刚给你定了婚事，你就六亲不认了？温实宁，你都说些什么话？乡野出来的粗鄙丫头，没规没矩的。我不过是想把有些话说清楚而已。于温家而言，这桩婚事是给我的恩赐；于我而言，是我在还生育之恩。还望伯爷跟夫人给我准备一份体面的嫁妆。自此以后，温家无人欠我，我亦不欠温家。果真是个讨债鬼，还有脸开口要嫁妆？嫁妆是根据聘礼来的，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温家撑腰，侯府能给多少聘礼？那个温淑妍嘴上说着对二哥用情至深，实际上一边拖着二哥，一边又勾搭着二皇子，其实就是不想得个薄情寡义的名声，最后强塞了个乡野女子来。行了，三妹，温家如何不要脸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温州的想法。温州，若你不愿，做大哥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你受这种委屈。就他了。我既然应承了这门婚事，就要担起人夫之责。
还望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以后对无期多加照拂。无期，无期，二哥这还没过门呢，就先护上了。看来这温大姑娘简直就是二哥的福星啊！我这一生就这一次婚嫁之事，所以不求隆重，但求妥帖。老二，你说了这么多，不认真隆重，对得起你吗？不如我们帮宁了丫头把脸面抬起来，用最高的规格去下聘。小姐，姑爷来下聘礼了，您快去看看。这门婚事是我求来的，侯府又怎么会在聘礼上给我做面子？若是聘礼不好，我该想个什么办法，把本该属于我的嫁妆拿过来呢？对了，小姐，大姑娘的下聘日也是今天。我看呀，她就是故意的，想要压我一筹。无妨，去看看吧。娘，还是二皇子大手笔。虽然我是侧妃，但这聘礼的数量堪比正妃规格了。是呀，二皇子给了这么多聘礼，到时候娘会给你准备3箱的嫁妆。你的聘礼也就那边2箱东西，不过对你来说也足够了，再多也配不上。母亲，侯府本就没看上他，怎么可能下重聘？就这几项聘礼啊，也是看在咱们温家的面子上。如果嫁过去的是我，定然不会这么寒酸。那是当然了，她能嫁到侯府，也是因为有几分像舒言你罢了。这些是二皇子给我的聘礼，像你这个没见识的灾星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拥有这些。我不在乎，说得像你看中就能有一样。你以为侯府会给你？夫家在不在意，从聘礼上就能看出来。咱们大姑娘肯定是得二皇子宠的。就是这么多聘礼呢，咱们家大姑娘出嫁肯定得风风光光。谁说的？富二公子那样顶好的人，肯定会对我家小姐好的。那就让我来帮你们看看，侯府给你们的聘礼到底都有些什么，让我们也见识见识，能有多寒酸。哎呀，我知道寒酸，但是没想到竟然会到这种地步。温诗宁，你说说你有多可怜啊？再看看二皇子给我的聘礼，简直天差地别。就你这点聘礼，也还有脸要嫁妆？温夫人，温姑娘，姐，我知道你们侯府看不上我姐姐，但也不能就拿这点聘礼打发吧。看看二皇子给我的。姑娘怕是搞错了，这些聘礼都是我们侯府给宁姑娘准备的，跟二皇子有什么关系？不可能，侯府怎么可能下这么重的聘礼？这分明是二皇子给我的。姑娘这是看不起我们侯府，还是觉得我们侯府不该重视伯爵府嫁女？虽然我们侯府今时不同往日，但这些个聘礼还是能拿出来。想不到那2箱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竟然是二皇子送来的。这像什么样子啊？这么点东西，明显就是不重视咱们家大姑娘。闭嘴！再胡说，撕烂你们的嘴！眼下不是聘礼的多少，而是二皇子正得圣宠，你只要抓住了他的心，以后想要什么得不到。母亲说的对，等二皇子登基，我肯定就是贵妃。放心吧，家里给你备的嫁妆丰厚，足够给你撑场面。那我的嫁妆呢？你扪心就惦记嫁妆，真是个讨债鬼，只认识钱财，毫无亲情可言。我当初就不应该让你活着。夫人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们伯爵府只想收聘礼，不想给嫁妆吗？我绝无此意。反正
侯府的聘礼已经送到，至于我的嫁妆，我不怕丢人，只要伯爵府丢得起这个人。你一个未嫁之女，口口声声嫁妆，你这个灾星，先顺利熬到你出嫁之日再说吧。宁姑娘，这是我们二爷给您添置的。这是娘，你认识这簪子吗？好漂亮！这是先帝赐给侯府的那只七彩琉璃彩凤簪。正是。他竟送我如此贵重之物。宁姑娘，多谢富二公子。既然东西送到了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娘，小姐，喝茶。今天真是畅快。本来以为侯府只送来2箱聘礼，没想到是二皇子送来的。我真是不知道温舒言是怎么想的，放着这么好的富二公子不要，跑去给二皇子当妾。温实宁，把我的簪子给我！凭什么给你？凭着应该是我的。傅文州是为了让我后悔，跟我赌气，才将先帝所赠的彩凤簪送给你的。给我！听到没有？我给你，你敢要吗？那是先帝御赐的簪子，你有想过抢走它的后果吗？温实宁，你敢威胁我！小姐，温实宁，你这个不要脸的贱皮子，凭什么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占为己有？傅文州这么做，不过就是气恼我抛弃他，做给我看罢了。温舒言，你够了！你再闹下去，你这样子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就凭你，小姐，温舒言，是你先放弃他，现在还妄想他对你念念不忘，你简直让人恶心。他爱的不是我，难道是你这个灾星吗？小姐，好啊，那我们就出了府去，让世人都瞧瞧伯爵府教养的好女儿，人前装的知书达理，实则下作又自私。温实宁，你怎么敢？你要是这么做，父亲母亲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以为你能走出伯爵府吗？啊！救我！玉珠，救我！温实宁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玉珠，我自问不欠你们任何人，若你们再来欺辱我，大不了闹个鱼死网破，就算我死，也要拉你做个垫背。娘亲她竟然敢这么对我，你一定要帮我惩罚她。我实在是不明白，你还有什么不甘？傅问州是你不要的，婚约也是你想退的，一切按你的想法去做了，你还在折腾。你是在帮他说话吗？子宪，舒言才是你姐姐，你怎么向着外人呢？好了，你跟他计较什么？到时候你嫁给皇子，未来好歹是个妃子，而她呢，不仅要照顾一个残废，没几年就守寡了，到时候她的日子能好过吗？母亲说的对，我不会输的。侯府已是落败之时，而我嫁入皇家，到时候弄死一个温实宁，比踩死一只蚂蚁还容易。夫人不好了，富二公子晕倒了！什么？二公子这样不会是被克的吧？你胡说！下去。廖神医，温州怎么样了？二公子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，
他的毒发作的太快，这次晕倒，恐怕很难再醒过来。母亲，不过，眼下若能寻得一味药，或许会有转机。什么药？我现在就去找。这种药叫回天，只在书里记载，至今无人养活。它生长在阴暗无光的地方，见光就会死，即便达到这样的条件，也很难存活。那它长什么样子？说不定我能找到呢。一株上有8片绿色的叶子，这个就是回天。小姐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在跟小草说，以前我在庄子的时候，一直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屋子里，那地面上都是泥土。有一天我发现墙角长出了一株小草，我就开始给它浇水，无聊的时候跟它说说话。那它也算是小姐的朋友了。香草，我跟你说，有一次他们7天忘记给我送饭，我快饿死的时候，就是被它的这种特殊气味救醒的。小姐，你以前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？不过没关系，以后嫁进了侯府，富二公子一定会对你好的。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还不是你这个灾星干的好事！傅家刚送来聘礼，问周哥哥就晕倒了，他这是被你克的。要是没有你，他也不会晕倒。他如今怎么样了？你还有脸问？我真是后悔把你这个灾星接回来了。这才几天啊，就克晕了傅家2公子，捅这么大个篓子。出生的时候害了我，现在别人到底要害多少人罢休啊？你真的不如去死了！我没有，以前庄子上和我接触的人都好好的，我不是灾星，我得去看看富二公子。你去不了。你别想再祸害温州哥哥。你什么意思？来人，把这个灾星给我带上去绑了，永远别让他出门。你们干什么？怎么摊上这么个灾星女儿？把他的东西都收拾了，带走，免得晦气。是。娘，那只簪子，夫人，簪子在这儿，那是富二公子给我的。给你是因为亲事，现在人都被你克得昏迷不醒，你以为婚事还能继续？簪子我保管了，日后还得还给侯府呢。来人，带走。来，给你带上。马上送走，真是晦气！难道我这辈子真的是要在庄上被关到死吗？他呢？他现在还好吗？姑娘，在这儿。二嫂，二嫂，别怕，外面是我哥的人。这温家人也真是的，竟如此待你。二公子怎么样？我二哥他可能就要一直这么昏迷下去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傅小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是我二哥安排的。
二哥，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心慌。婉儿，我有一件事情要交代给你，你一定要办好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二哥，你说，倘若我在结婚之前昏迷了，你一定要带温世宁离开。二哥，你怎么会昏迷呢？最近我的毒发越来越严重，我担心撑不到婚嫁之日。若真如此，温家恐会将这件事算到温世宁头上，他不会好过。我既答应娶她，定要护她一生周全。我们赶紧走，我二哥都安排好了。他说让你走得远远的，隐姓埋名。他说不能让你以温世宁的身份自由自在的生活下去，是他无能，莫要怪他。我们只有一面之缘，他竟如此待我，我不走。我要去侯府见二公子。这株草，它能让我在濒死之际醒过来，或许对你二哥有用。你确定你能救醒我二哥吗？我不确定，我不懂你。可你现在跟我回家，温家人肯定知道，到时候他们派人来抓你，那我二哥为你做的安排就全白费了。我知道，但他为了我做到这个地步，我不能一走了之。我也愿意为他拼一拼。以前我还不知道二哥为何待你如此，但石宁，你值得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二嫂。走，我们回家。温州怎么办啊？别着急，会好的。娘，傅夫人，真的不是我克的傅二公子。我这次来，就是想见他一面。娘，二哥都这样了，你就让石宁见见二哥吧。娘，去吧，去吧。走。温世宁，竟然敢逃跑，还跑到了侯府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温石宁，你要不要脸啊？傅二公子被你克得昏死过去，你还敢来侯府？你是觉得害温州不够惨，想直接克死他吗？温舒言，你少在这里假惺惺。我们侯府都允许我二嫂来见我二哥了，你们又在这叫嚣什么？傅夫人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个逆女竟然无法无天跑到您侯府，我们现在就给她带回去。你们以后要怎么样无所谓，但我要去见傅公子。让开！起开！别快去追啊！站住，别跑！温石宁，看我今天回去怎么收拾你！希望这棵草能帮到你。这是干什么？温石宁，你在干什么？太不要脸了你！温家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，你以为这样侯府会继续要你？看我不打你！在给傅二公子喂药，是你们想的太龌龊了。喂药？你会医术？他怎么可能会医术？他一直被关在庄子里，上哪里学医术？傅夫人，你可不要被他给蒙骗了。谁知道他给温州喂了什么药，会不会害了温州？他就是个祸。你到底给傅二公子喂的什么东西？是一种草。之前我昏迷的时候，是他把我救醒。我觉得或许能帮得上傅二公子。你疯了吗？什么乱七八糟东西都敢喂给傅二公子？对你有用，是因为你命贱。傅夫人，请廖神医来看看吧。这灾星啊，不知道要祸害多少人才能罢休啊！这草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坏处？温州如今这样，只要没坏处，大可一试。放心吧，夫人，这个草药我之前用过，没有副作用的，反而提神醒脑。如果二公子因为这个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愿意偿命。
公子醒了。石宁，你看你干的好事，什么东西都给富二公子吃，你吃了没事，不代表别人吃了也没事啊。富二公子本来身体就虚，你们闹什么闹？老夫人，是我擅作主张，我愿意以命抵命，报答二公子对我的恩情。他既然一心为你，又怎会愿意你为他抵命？你是一片好意，我也存着私心。说到底，是我太过贪心了，妄想一棵草就能让我儿醒过来。夫人，怪我。廖神医来了，温州刚才吐血了，你快看看。夫人别担心，你已经克得富二公子如此，你还想留下来继续克他吗？你一条贱命，怎么能跟傅公子比？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就是想害死温州哥哥，看我今天打死你！放开我，我不走！放开他！温州，二哥，你们在对他干什么？温州哥哥，你醒了。多谢宁姑娘，我无事了。你刚才才吐了那么多血，怎么会比以前好呢？姑娘有所不知，二公子吐的都是常年体内积累的淤血，如今淤血已除，身体自然比原来好多了。幸亏我的小草对你也有用，都是二嫂的功劳，她救醒了二哥。我怎么觉得二公子服用的就是回天？姑娘是如何让二公子醒来的？我不知道什么回天，我是给他喂了一株小草。那温州哥哥醒了，可跟你没有关系，总不能那个野草就是回天吧？就是这个。对，就是这个，我看到了。这个就是回天，难怪二公子醒来了。这个药几乎无人能种出来，姑娘是如何做到的？我只知道他见不得光，然后就救活了。奇迹呀，真是奇迹呀！夫人，二公子服用了回天，定能保住性命。这样，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为二公子找药解毒了。这么说，我儿有希望了。夫人大可放心。太好了，石宁，你哪是灾星啊，分明是温州的福星啊！那侯府还退婚吗？侯府不仅不退，还要加聘。加聘？我不仅不退婚，还要加聘。多谢老夫人，该是我谢你了。既然二公子没事，那我们先回去吧。走吧，石宁。你别以为救了温州哥哥，他就会喜欢你，他的心里只有我。况且他本来就是你克的，你救他是应该的。温姑娘，请留步。姑娘既然能种出回天，那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金乌草也种出来？我可以试试。若能种出来，廖某必有重谢。廖神医不必客气。那在下先告辞。好，神医慢走。回家后，你可要把这个草好好种种，万一种出来，神医的重谢可是个很大的人情啊。我会尽力的。哎，走，回家。小姐，您说这能种出来吗？我也不太确定。之前在庄子上的时候，他们给我的种子，我都能种出来。
奶娘说过我有种花种草的天赋。听说小姐出生时，府里的花草全都凋谢，所以大家才说您是灾星。照小姐现在这么说的话，或许您和这些植物还有些渊源呢。什么渊源啊？他就是个灾星！你干什么？温实宁，我倒是要看看，这浇了热水之后，你怎么把这个金乌草种出来？小姐，这金乌草还能活吗？香草，你看，天哪！热水不但没烫死它，反而热水软化了种壳，帮它破壳了。温淑烟这一浇，反倒帮了我。他还得意洋洋，以为毁了您的希望呢。让他得意，等他发现这苗长出来的时候，脸色一定很好看。医书上说，这金乌草须得防风。从今天起，这间屋子不许开窗。是，小姐。去查，看看他那盆东西到底死没死。长出来了，小姐真的长出来了。小姐，廖神医说这药能解百毒，是真的吗？神医不会骗人的，他说能解百毒，就一定能。那富二公子的毒，等他长大，或许就能救问州了。小姐，您这几天都没睡好，眼下一片情。不碍事，这几株苗比我的命重要。小姐，大姑娘这2天倒是安静，不会又憋着什么坏吧？她不会善罢甘休，你盯紧了，尤其是夜里。我已经跟厨房的李婶说了，让她帮忙留意有没有陌生进后院。玉珠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一袋石灰，一壶盐水，今晚动手，记住要让那株苗死得干干净净。可是小姐，万一被旁人知道，你不说我不说，谁知道？这边大姑娘说的就是这个小院，大姑娘这是有多大仇啊！别废话，赶紧倒碗走人。你们在找什么？宁姑娘，来人呀！有贼！绑起来，送老爷处置。温淑妍，你好狠毒的心！说，谁指使你们的？老爷饶命，是大姑娘。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指使你们了？前天晚上你让玉珠给我们每人5两银子，说今晚动手毁了宁姑娘的药苗。喷人！一定是温世宁收买了他们。妹妹，我一个被你从庄子上接回来的灾星，哪来的银子收买？倒是你，每月月银20两，出手大方。石宁，你妹妹即将出嫁，这事便算了吧。凭什么就这样算了？好了，这件事不准再提了。小姐，大姑娘还会来捣乱吗？父亲竟如此偏心，丝毫不惩罚他，倒是让他更得意了。那咱们怎么办？他越疯，露出的破绽就越多。等他把自己作死，谁都救不了。香草，从今天起，夜里我守着，白天你守着，这药苗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是，小姐。温实宁，你等着，大婚那日，我要让你哭都哭不出来。石宁，那粒种子种下去了，情况如何？神医随我来。这是才几天时间，怎么可能长成这样？神迹啊，真是神迹！温姑娘，您是怎样做到的？老夫行医40年，从未见能培育出金乌草的人。神医是一碗热水帮了他，种壳被热水软化，破壳就容易了。热水？是啊，被温淑妍浇了一碗热水。是，温淑妍想毁掉他，倒反而帮了他。天意，
天意呀！那丫头想害你，却不知道自己在帮你。神医，这药真的能解百毒吗？能，而且不止解百毒，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，它能修复被毒损的经络。富二公子的腿，若能有足够的药配合针灸，他的腿有希望能站起来。这株苗你一定要好好养，它不只是药，是富二公子命。您放心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石宁，你可知道老夫为何要把这么珍贵的种子交给你？你有一颗医者之心，这颗心比任何天赋都重。廖神医，我只是想救富二公子，这就够了。等这株苗再大一些，老夫教你如何入药，如何炮制。到那时，老夫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。好苗子，好苗子。神医，您这是何意？他一个灾星，什么灾星？我看是福星。他从小在庄子上长大，粗鄙不堪，不配行医，会丢温家的脸。是啊，神医，您再考虑考虑。我们府上的舒颜也是聪慧过人，不如丢脸。你们温家把明珠当石头，才是真丢脸。老夫且问你们，谁能如温姑娘一样种出金乌草？天哪！大姐姐真的种出来了！没错，而且富二公子命悬一线时，也是温姑娘种植的回天救国的。是真的。那老夫就问一句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说他不配？温姑娘的能力，我见一次服一次。你们不要，我要。神医你，石宁，你愿不愿拜我为师？弟子愿随师傅学医，救死扶伤，不负师恩。好，好，好！我不服！你不服什么？凭什么他一个灾星能拜您为师？我比他聪明，比他出身好，你应该收我！哼，心术不正，难成医道。舒颜，不得放肆！行医先立德，救人不分贵贱。石宁，你记住。弟子谨记。灾星都被神医说服，真是可笑。人家宁姑娘现在是神医弟子了，以后谁还敢叫她灾星？石宁，你给我等着！大婚那天，我定要让你连哭都哭不出来。小姐，神医当众收您为徒，真是太好了。师傅是真心待我好，我不能辜负他。那你以后就能学医了。师傅说等这株苗再大一些，就教我入药和炮制。香草，你去帮我买几本医书回来，我认字不多，得从头学。好，奴婢下午就去。哟，拜了师就神气起来了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是什么主。二妹妹有何指教？指教不敢当，只是想提醒你，别以为攀了高枝就能一步登天。我本就不是凤凰，也从没想过要做凤凰，我只想救人。就凭你，连几个字都认不全，还装什么济世救人的医者？识不识字与能不能救人并无必然关系，倒是有些人读了一肚子书却坏透了。你等着，我不会让你们得意太久的。舒颜，你要明白，他再怎么折腾，也是替嫁的命。你嫁的是二皇子，将来是要当贵妃的人，你跟他计较什么？大婚之日才是见真章的时候，你现在闹反而会落人口实。等那时她没多少嫁妆，自会让她在婆家丢尽脸面。好，我等。小姐，这个字念淤血的淤，淤血。我记住了。小姐，您学这些是为了富二公子吗？为了他，也为了我自己。我想做一个有用的人。等这株苗长大了，就能救二公子了。二哥，二哥，又怎么了？上元灯会，我想请二嫂一起去看灯。他还没过门，别乱叫。反正迟早都是嘛，
二哥，你说我写温姐姐亲戚还是二嫂亲戚？温姐姐。可我就想叫二嫂嘛。二嫂亲戚，上元佳节，灯火如昼，小妹邀姐姐同游。二爷，你一定会好的，宁姑娘种的药一定能帮你。我信。小姐，您为了这株苗，人都瘦了1圈。他要是能救二爷的腿，我瘦10圈都值。香草姐姐，这是我家三姑娘给宁姑娘的帖子。他备了马车。二爷说，姑娘第一次逛灯会，怕挤着，特意让府里的马车在外头候着。替我多谢三姑娘，我去。小姐，富二公子对您可真好。刚才那是谁？奴婢去打听一下。小姐，是侯府的人，富二公子派来给宁姑娘送帖子的，邀她上元节看灯会。什么？温州邀她？是。是傅三姑娘写的帖子，但马车是富二公子备的。温州心里只有我，他这么做不过是为了气我。那你要不要也去？当然去，我倒要看看那个灾星有什么本事跟我抢。玉珠，我要让他知道谁才是京城最耀眼的人。二嫂，快下来，可热闹了。二嫂，我们先去看糖画吧，那边还有猜灯舞呢。哟，这不是庄子上长大的灾星吗？也配来这种地方？温舒言，你怎么来了？灯会是你家开的，只许你来，不许我来。穿的再好也遮不住土气，庄子上出来的，骨子里就是穷酸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是来见富二公子的，可惜他没来。我二哥说了，今晚只陪二嫂，不见外人。这红衣服的姑娘穿的花枝招展的，嘴却那么臭，人家黄衣服的倒是不卑不亢，一看就是有教养的。温十娘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，真是扫兴。他不来才奇怪。二嫂，你就不生气？生气有什么用？他越是这样，越说明他怕我。也是，走，我们去河边放灯。二哥说他在那边等我们。他来了？当然来了，不然我干嘛拉你出来？十年，冷不冷？不冷。今晚的灯会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。以后每年我都陪你来。许个愿吧。你怎么随身带着灯？上元灯节放灯许愿最灵验，我提前备下的。写了什么？祝你平安无虞，万事顺遂。他竟是为我求的。该我了。温州，你的腿一定会好的，我一定帮你治好。我信你。他凭什么？明明是我先认识温州的。温世宁，有我在你爹下好过。我的儿嫁进王府，这些嫁妆够你体面，日后二皇子定会宠你。师娘，你本是替嫁，侯府不会在意这些，有个祥子意思意思就行了。温家嫡女出嫁就这些，你也配称嫡女？灾星出身，能让你从温府出门，应世人至义尽。
这些破烂够你用了。早料到温家会薄待于我，从未对此抱有指望。从今往后，我与温家再无半分瓜葛。二爷，温家给宁姑娘的嫁妆，仅一口破木箱，几件旧衣，几床薄被，毫无体面。温淑妍那边，金饰玉器，珍宝无数。温家太过分了，温家简直欺人太甚。石宁姐姐嫁过来，岂能受这委屈？温家刻意羞辱，就是想让石宁在侯府抬不起头，也想打我们的脸。石宁是我傅家儿媳，怎能让她受此委屈？传我令，以我的名义备10里红妆、奇珍异宝上等良田都尽数备上。是。即刻送到温府，为我儿媳撑场面。多谢母亲，她受的苦够多了。今日我定要让她风风光光，无人敢欺。小姐，温家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这么对你？无妨，我不靠温家，我嫁的是傅问州，之后再与温家无干。哟，我的好姐姐，穿得再素净，也改不了栽心命。你以为嫁进侯府就能翻身？傅问州个废人，到时你守活寡，受冷眼，一辈子抬不起头。傅夫人赠儿媳温石宁天妆，赤金首饰20套，云锦绸缎50匹，良田千亩，银票10万两，奇珍异宝无数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傅家怎么会给他备这么多嫁妆？婆母她……二嫂，你可别哭，待会儿还要上花轿呢，哭花了妆，二哥该心疼了。谢谢你婉儿，也替我谢婆母。谢什么？你是我二嫂，我们傅家的人，谁也不能欺你。石宁，你是我唯一的弟子，大婚之日，为师无贵重之物，唯有一株千年雪参一本衣典，为你添妆，祝你平安顺遂，与傅公子相守一生。师父大恩，弟子无以为报。傻孩子，你可是我徒弟，快起来，别误了吉时。天哪！廖神医竟给他添妆，这面子也太大了。侯府重视，神医疼爱，比温淑妍强100倍。凭什么？不过是个灾星，凭什么拥有这一切？我才应该是最风光的人。温淑妍，你嫁你的二皇子，我二嫂嫁我二哥，各走各的路。你在这喊什么喊？嫌自己不够丢人？你石宁，我来接你回家。殿下吩咐，侧妃身份不必张扬，从侧门入即可。娘，他们竟让我从侧门走，我好歹也是伯爵府的嫡女。淑妍，忍一忍，侧门就侧门，只要进了二皇子府，日后得了宠，谁还敢提今日的事？温世宁那个灾星却是8抬大轿，古乐齐鸣，凭什么？她嫁的是个残废，没几年就要守寡。你嫁的可是未来的天子，今日受的委屈，日后千百倍讨回来便是。娘说的对，且让她得意几分。这不是温家二姑娘吗？怎么从侧门走？又不是正妻，听说当时连聘礼都没给多少。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？今日你真美，从今往后有我在，无人敢欺你半分。但石宁，我给不了你太多，我站不起来，不能牵着你拜堂，不能抱着你进洞房，甚至连给你倒一杯合卺酒都要别人帮忙。傅文州，你听好了，我嫁你不是因为你站不站得起来，我嫁你是因为你这个人，你站不起来，我推你。你够不到的东西，我帮你拿；你走不了的路，我推着你慢慢走。这杯酒，我们自己喝。
殿下，你以为本皇子娶你是喜欢你？从小到大，他傅问舟处处压本皇子一头。父皇夸他文武双全，朝臣赞他战功赫赫。本皇子呢，永远是陪衬。3年前那场仗，本皇子假装背负，实则下毒，就是要毁了他。是你害了傅文舟。没错，我娶你，就是要看着傅文舟曾经的女人沦为我的玩物。你妄想嫁入皇家，风光无限，做梦！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的玩物，生不如死。婆母，请用茶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！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傅家的儿媳了。问舟这孩子脾气倔，你多担待。他若欺负你，你来找我，我替你收拾他。母亲，我怎么会欺负他？二嫂，你可别怕我二哥，他要是对你不好，我给你撑腰。婉儿，别闹。石宁啊，我盼着早日抱孙子，你可得抓紧些，别让我等太久。婆母，母亲，这才第2天。第2天怎么了？当年你父亲第2天就让我怀上了你大哥。小姐，金乌草越长越好了，是不是很快就能治好二爷的腿了？等它成熟，配合针灸，二爷一定能重新站起来。我还要培育更多药草，既能救人，也能护住我们想护的人。怎么，还想不稳重？我们现在才是一条船上的蚂蚱。我恨温实宁，若不是他们，我不会落到这般地步。恨就对了。你若想报仇，就乖乖听话，帮本皇子做一件事，毁掉温世宁的药草，让傅文舟永远站不起来。我要让温实宁和傅文舟付出比我更惨痛的代价。二爷夫人，二皇子携侧妃前来拜访。来者不善，别怕，有我。傅二公子新婚3日，本皇子特来道贺。殿下客气，请坐。姐姐，婚后3日不回门，你这是目无尊长还是心里有鬼？温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我与温家已无关系，回门2字从何说起？你一个刚出嫁的女子，竟敢说与娘家毫无关系，你还有没有廉耻？廉耻？当年温家把我送去庄子，骂了16年灾星，给一口破木箱当嫁妆的时候，温家可曾想过廉耻？傅文舟，你娶的女人目无尊长，可见品性如何？温家教出来的女，果然上不得台。石宁的品性，我比殿下清楚。现在石宁是我的妻子，也就是我傅家的人，与温家无关。殿下若想替问温家出头，怕是找错了人。殿下光临寒舍，老身本该备宴款待，只是殿下进门就指责我傅家儿媳，不知是我儿媳做错了什么，还是殿下另有目的。她一个灾星，嫁给傅二公子已经是高攀，竟还敢目无尊长，难道不该说吗？我是不是灾星，你比谁都清楚。傅文舟，你也就嘴皮子利索，一个站不起来的残废，娶了妻又如何？连给妻子体面都做不到，还在这里充什么英雄？二公子的腿是为国征战被奸人所害落下的，是天下将士的表率，反倒是二皇子被敌国掳走，还是问舟救了你。殿下今日登门道贺，贺礼没见到，羞辱倒是送了一大堆。傅家不欢迎这样的人，请回。静安，送客。是。好，好，傅文舟，你娶了个好妻子，咱们走着瞧。石宁，我在。好孩子，委屈你了。站不起来的残废，连给妻子体面都做不到。二爷，夫人让您回房歇息。温舟，是我，开门。
你若不开门，我便守一夜。我陪你。师宁，温州还是不肯开门。他被二皇子的话伤到了，他觉得自己护不住我。二哥这是怎么了？昨天不是好好的吗？哎，这个傻孩子。二爷，该用早膳了。二哥，你开门！你不吃饭怎么行？二哥，二哥！温州这孩子从小就要强，腿伤了之后，他表面上不在意，心里比谁都苦。昨天二皇子当着你的面说他是残废，他是觉得在你面前丢了脸。诗宁，我从不觉得他是我见过最好的人。二嫂，你别难过，二哥只是一时想不开，他最听你的话，你再劝劝他。我会让他好起来的，不只是腿，还有心。温州，我知道你听得见，二皇子说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。你在我心里从来都不是残废。你记得吗？当初在桃花树下，是我求你娶我的。我嫁你是因为你这个人，不管是什么样子，我认定的人从来都只有你。你若不吃饭，我便也不吃。你把自己关起来，我便陪着你。我们说好了要一起走下去的，你忘了吗？起来吧。先吃饭，吃完了我有话跟你说。金乌草已经成熟了，温州，你的腿很快就能好，你信我吗？成了，金乌草已经成熟，可以入药了。师傅，还需要什么？金乌草是主药，但还需2味辅药：千年雪莲和九转还魂草。雪莲能清余毒、续经脉；还魂草能去胀气、生肌骨。3药合一，傅二公子的毒可解，双腿必能恢复。有几分把握？哈哈哈哈哈！若能寻到这2味药，配合针灸，至少80%。80%，太好了！小姐，这2味药听都没听过，去哪儿找啊？雪莲，廖神医说在二皇子府中，是北戎进贡的，皇上赐给了二皇子。二皇子府，那岂不是……我去拿。小姐，二皇子恨您和姑爷入股，怎么可能给您？没事，我自有办法。我一定要拿到这药。师宁，你说我真的能站起来吗？温州，你听好了，你的腿一定会好。不管需要多长时间，不管要吃多少苦，我都会陪着你。
石宁，从今天起，好好吃饭，好好养身体，等药找齐了，我们一起熬过去。好。小姐，侯府那边传来消息，傅文州把自己关在书房，傅家上下都围着他在转，药铺那边看守松懈。机会来了，你去找那个买通的仆人，趁夜潜入药铺，把那几株破草全部浇死。小姐，万一被抓，怕什么？出了事有本小姐顶着。温诗宁那个贱人，只要没了草药，看他还怎么救傅文州。温时宁，明日我要亲眼看着你痛哭流涕。倒，全倒进去，一株不留。小姐，办妥了，药铺全毁了。好，做得好。傅文州腿废了，药也没了。温时宁啊，温时宁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小姐，殿下那边，我这就去禀报殿下，殿下一定高兴。殿下，药铺的事儿办妥了。说来听听。傅府药铺已经被石灰浇了个干净，温时宁已经破草死了，玉珠亲自去办的，这次肯定万无一失。傅文州这辈子都别想站起来。做得好。我是二皇子侧妃，来看我姐姐，怎么不让进？我可要好好看看她跪在药铺里哭的样子。姐姐，这药铺怎么毁了？哦，昨晚不知道哪个不长眼，浇了一堆石灰。那可怎么办？你辛辛苦苦种的药草全没了。你好像很关心我的药铺。姐妹一场，我当然关心姐姐。可惜了，姐姐，你的药草全毁了，你不难过？难过有什么用？毁了就毁了。他果然在应征。姐姐，没了药，傅二公子可就永远站不起来了。你操心的太多了。你香草，把药婆收拾一下，种点别的。大姑娘，您还有别的事吗？小姐，她好像不太伤心。她装的，一定是装的。没了草药，傅文州站不起来，她能不急？回去禀报殿下，就说温时宁的药铺全毁了，他束手无策。是，殿下，药铺全毁了。温时宁亲口说，毁了就毁了，他已经无计可施。如何，殿下？派去盯着傅府的人回报，昨夜浇毁的药铺种的是萝卜苗，金乌草早就已经被温时宁采摘入药。萝卜苗，废物！你毁了人家几根萝卜，还洋洋得意。殿下，妾身不知道。本皇子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殿下息怒，妾身还有办法。春日宴上，妾身定能让温时宁和傅文州当众出丑。你有什么把握？比武，妾身从小习武，温时宁什么都不会，只要他应战，妾就能让在皇上面前丢尽脸面。这次你若再输，就不用回来了。妾身绝不会输。小姐，您今日真好看。问州，走吧。我还是不去吧。
这场合人太多了，我这样……你不想去就不去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等我回来。二爷，您早起都没吃什么东西，多少用一些吧。属下有一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夫人今日赴宴，不只是应付温策府，他要当面向二皇子讨要雪莲。廖神医说，雪莲也是一味治您腿的关键药引。夫人早就打定主意，要在春日宴上当着皇上的面向二皇子讨要。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夫人说，不想让您为难。怪不得他早上出门时的神情那样平静，那样从容。原来他早就做好了独自面对一切的准备。建安、备役，我要进宫。二爷，您真的想好了？你已经有3年没有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了。他一个人在前面拼，我不能让他孤身奋战。是。哟，这不是我的好姐姐吗？怎么一个人来的？傅问州呢？我说温实宁，你好歹也是侯府儿媳，怎么穿成这样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哪个庄子上来的村姑呢。穿衣戴帽，各凭喜好，你操心太多了。实宁，你既已出嫁，就该谨言慎行。今日是皇家春日宴，你一个人来，像什么样子？傅二公子呢？他就不管你？温夫人，我已是傅家儿媳，傅二公子如何待我，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。姐姐，你一个人来参加春日宴，该不会是傅二公子不愿意陪你吧？也是，他一个站不起来的残废，怎么好意思来这种场合？怕丢人吧？这位就是侯府二公子娶的那位，听说他是替家的，可不是吗？傅二公子自从腿伤了之后，就从不出席，今日果然也没来。温实宁，你听到了吗？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一个人来，傅文州根本不在乎，你在他心里不过是个替身。你要是跪下认个错，日后你被傅文州抛弃，温家还能给你口饭吃。天哪，那是傅二公子，他居然来了！不是说他已经3年不出席任何宴会了吗？傅二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本公子的夫人在这里，本公子为何不能来？倒是温侧妃，你与本公子的夫人说话最好客气些。走吧，实宁，我们进去。温实宁，我看你一会儿还笑不笑得出来，等着。贱人，装什么恩爱？陛下，妾身斗胆，愿献舞一曲，为陛下助兴。二皇子侧妃多才多艺，朕早有耳闻。准。妾身一人献舞，未免无趣。妾身想请姐姐侯府二夫人温氏与妾身同台比武，一来为陛下助兴，二来姐妹切磋，也可添几分意味。侧妃这是要当众羞辱她姐姐啊！听说那侯府二夫人从小在庄子上长大，哪会跳舞？实宁，不必理他。陛下，妾身愿献舞。好，难得你们姐妹同心，朕今日就做个裁判。若赢了，朕重重有赏。陛下，妾身斗胆，若妾身侥幸得胜，想向陛下讨一个恩典。什么恩典？妾身想等赢了再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朕答应你，若你赢了，你要什么，朕给什么。不自量力。你要讨什么？你要讨什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我先去换套衣服。妙啊！不愧是当年名动京城的温家嫡女，这舞姿10年难遇。
好，二皇子侧妃果然才艺出众。陛下过奖。娘，他输定。一个庄子上长大的村姑，拿什么跟你拼？这下侯府二夫人可难堪了。她根本不会跳舞吧？这不是自取其辱？奏乐。这是什么舞？没见过，动作太简单了。小姐，您为何突然要用这么多花瓣沐浴，还吩咐奴婢每日去采最新鲜的？你猜，春日宴上，温淑妍会做什么？他定会想法子羞辱您。他会邀我比武。那您要跟他比？不跟他比，难道认输？可是小姐，你没学过跳舞啊！我不跟他比技巧，我只要让所有人记住我的舞。怎么记？要的不是舞姿，而是特别。天哪！蝴蝶，这是神技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好，此舞虽不华丽，却诚意洞天，招来蝴蝶，实乃祥瑞。朕判侯府二夫人胜。你赢了，说吧，你要什么赏赐？陛下，臣妇自幼体弱，大夫说臣妇极难受孕。臣妇听闻二皇子府上有一株北荣进贡的千年雪莲，臣妇斗胆，求陛下将此莲赐予臣妇，让臣妇能为傅家延续香火。他为我要雪莲，岂不惜自毁名节？石宁，这侯府二夫人为了夫家，连名声都不要了，真是个烈性女子。父皇，这雪莲是北荣进贡之物，怎可随意赐人？温氏为傅家求子，孝心可嘉，朕准了。二皇子将雪莲送至侯府，儿臣遵旨。谢陛下隆恩。石宁，你不该这样说自己。只要能治好你的腿，这点名声算什么？温诗宁，你等着！石宁，我傅文州此生绝不负你。我知道。你要的雪莲，我给你送来了。你的伤是他打的，不关你的事。殿下只是脾气急了些。温淑妍，你跟他和离吧，趁还来得及，离开那个火坑。和离？你做梦！二皇子权势滔天，将来必定登基为帝，我就是贵妃。你让我和离，是想让我把位置让给你吗？我只想让你活着。活着？你巴不得我死吧？温诗宁，别假惺惺了！你以为拿到雪莲就能救傅文州？做梦！他的腿一辈子都好不了。温诗宁，你等着，等我成了贵妃。这孩子怎么如此执迷不悟？他已经被蒙蔽了双眼。好。有了雪莲，只差最后一味药——九转还魂草。它在哪里？在瘴气弥漫的深山里，而且这是禁药，
九转还魂草生长在西南边境的瘴气深山中，10年才开一次花，药效极强，可解百毒、续断骨。但因采摘难度极大，且生长之地多有瘴气，朝廷将其列为禁药，不许民间私自采挖。师傅，我去采。太危险了，瘴气能杀人于无形，而且我听说二皇子已经下令封锁了这味药。什么意思？他派人把所有能找到的九转还魂草都收走了，还杀了几个采药的药农，毁掉了流传的药方。现在市面上根本找不到这味药。二皇子，他这是要断我的生路。我不会让他得逞，我去采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在庄子上长大，什么苦没吃过？瘴气深山，我有办法应对。他总是这样，什么事都不与我说。二爷，要不要属下去追？不用了，他既已决定前往，便不会让人追上。建安，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，连自己的妻子都护不住，还要他为我去涉险拼命？二爷，因为夫人爱你，派人去接应，暗中保护，别让他察觉。是。就是他，主子吩咐了，让他死在深山里，别留活口。这瘴气太浓了，咱们也撑不了多久。跟上去，找机会动手。不对，这条路我们刚才走过。你看，地上的脚印是我们自己的。那女人故意引我们进瘴气阵。你们以为只有二皇子懂瘴气？我在庄子上16年，什么毒草没见过？这伎俩我比你们熟。这药粉能让人昏睡3天，你们就在这儿好好睡一觉吧。我拿到了。这是野兽，还是醒过来的杀手？小姐，可算找到您了，香草担心死您了。哭什么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这孩子真是不要命了。师傅，药拿回来。好，有了这味药，金乌草、雪莲还魂草3样药材就齐了，富二公子的腿得救了。师娘，你怎么总是这样，什么都不跟我说，一个人去拼命？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去，但是温州你值得，值得我为你拼命。下次不许再一个人冒险。好。明日服药，3日后
你的腿就能恢复知觉。殿下，温使宁已经拿到9转还魂草了。不可能，这北戎的毒药让他3年都没能站起来，区区一株草怎能让他恢复？傅文州，你给我等着！使宁，别紧张。我不紧张。成了，药性已调和至最佳，现在便可服用。富二公子，服药后需用金针疏通经脉。温姑娘，你来施针。师父，我……你的手法已练得极好，而且二公子信任你。温州，可能会有些疼。我不怕疼，来吧。穴位找得准，继续。毒素在消退，经脉在恢复。没有感觉了。你说什么？知觉恢复了。毒素已清大半，只要继续服药施针，双腿必能重新站立。温州，你听到了吗？你能站起来了。听到了，谢谢你，使宁。每日施针1次，连服7日，余毒可清。余毒已清，从今日起不必再施针了。接下来只需进行康复训练，每日试着站立、行走即可。温州，你试试。二公子站起来了，是真的！我刚才路过正厅，亲眼看到夫人在哭，大公子在笑了。温州，你的腿真的有好转了？还没完全好，但已经能站起来。多亏了使宁。使宁，好孩子，谢谢你，你是我们傅家的大恩人了。婆母，这是我该做的。二嫂，我就知道你是福星，二哥的腿肯定能好。弟妹，多谢你，我傅家欠你一条命。大哥言重了，温州是我夫君，我救他天经地义。你说小姐是不是吃了好多苦？但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二爷，您让属下查的东西有眉目了。事成之后，北戎退兵300里，取二皇子边境护市之力。二爷，这是从当年那名军医的遗物里翻出来的。他死前把信藏在房梁夹层，属下花了3年才找到。3万将士，3万条命，他用3万条命换自己的太子之位。二爷，
要不要把这些信呈给皇上？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二皇子在朝中羽翼已丰，皇帝又对他寄予厚望，单凭这些信办不倒的。那怎么办？继续查他和北荣往来的所有证据，人证物证一样都不能少。时机到，我要让他翻不了身。是。二皇子，你欠我的，欠那3万将士的，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。温州，这么晚还不睡？这就睡了。你怎么还没歇息？你不在，我睡不着。是你，等我处理好这些事儿，我们就去游山玩水。好。朕年事已高，太子之位不宜久悬。二皇子这些年来处事稳重，颇有建树，朕有意册封他为太子。陛下，太子乃国之根本，此事是否在意？朕意已决，你旨吧。陛下圣明。儿臣叩谢父皇隆恩，儿臣定不负父皇所托，为江山社稷鞠躬尽瘁。殿下，听说皇上要册封您为太子了。父皇今日在御书房提了，圣旨不日即行。殿下，殿下，不，太子殿下，妾身就知道，您一定会是太子。高兴的太早了，圣旨还没下，变数仍在。殿下放心，这太子之位谁也抢不走。等您登基为帝，妾身就是贵妃。傅问州最近在查什么？你知道？妾身派人盯着，只知道他最近频繁派人出京，似乎在查什么旧事。他查不查都翻不了天。父皇已经始意于我，他一个残废能做什么？殿下，等您成了太子，第一个就拿温实宁开刀。蠢货！夫人好眼力，这是新到的蜀地云锦，整个京城就这一匹。包起来，小姐，这颜色真好看，二爷一定喜欢。慢着，这匹布我要了，我先看上了，我出双倍。温实宁，你一个小小侯府，拿什么跟我抢？你凭什么？这是我们先看上的。主子说话，你有什么资格插嘴？全款我买了。我说要了，就是我的。夫人有话好说。二皇子侧妃，这是在做什么？傅问州，你夫人竟敢抢我侧妃看什么东西？好大的胆子！石宁，你看上什么了？这匹布我先付了钱，他想抢。殿下，先来后到。傅问州，你一个站不起来的残废，也配跟本皇子讲道？傅二公子的腿是为国征战落下的伤，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反倒是殿下纵容侧妃当街抢夺，传出去谁脸上不好看？你，静安，拿布，走。是。丢人现眼，走！那不是二皇子吗？怎么当街抢东西？听说是他侧妃抢人家侯府夫人的布被怼了。傅文昭，你别得意，等本皇子成了太子，第一个办。那就等殿下成了太子再说。好看。今天谢谢你。石宁，有些事我还在查，等查清楚了，我不会再忍。傅问州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你的命是我的。二爷，
北戎使团3日后便会到达京城，为首的是北戎大王子呼延烈。他们的来意查清楚了吗？名义上是前来进贡，实则是为了试探。二皇子即将被册封为太子的消息已经传到北戎，他们是想从中分一杯羹。二皇子勾结北戎，卖国求荣，如今北戎上门讨债，他怕是要坐不住了。二爷，属下还查到，二皇子今夜会秘密出城，去城北别院见一个人。见的是谁？是北戎的密使，他们打算先私下谈妥条件，等使团到了再走明面上的流程。去查清楚他们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地点。另外，派人盯着皇宫，我要知道皇上这几日的行踪。二爷的意思是，这一次我要让他自己跳进我设的坑里。是。殿下，大钟子让我转告您，您先前答应的事该兑现了。北戎已退兵300里，您登基后需割让5座城池。如今您即将成为太子，这5座城打算何时交付？急什么？本皇子尚未登基，等本皇子坐稳江山，自然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大王子说了，不见兔子不撒鹰。您若不给个准话，这次朝贺时，他会在皇上面前把当年的事儿，全抖出来。你敢威胁本皇子？并非威胁，只是交易。大皇子只求财，别无他求。殿下若想平安登基，最好识相些。回去告诉呼延烈，5座城本皇子可以给，但得先立字据，分批交割。本皇子登基后，每年交付2座，3年给完。好，大王子等着殿下的好消息。二爷，查到了，二皇子在城北别院见了北戎密使，谈的是割让5座城池的事。属下的人已经记下了他们的谈话内容。5座城，那是10几万将士用命换来的。他卖国居然放到了这个地步。二爷，要不要把这些证据呈给皇上？现在呈上去，他只会抵赖。我要让他亲口承认。二爷的意思是，北戎大王子进京那天，安排皇上在隔壁听着。属下明白了。陛下，臣有一事启奏。请。北戎大王子此次进京，表面是朝贺，实则是来讨债。二皇子多年前便与北戎暗中勾结，致使我3万将士殒命。如今他又许诺割让5座城池，换取北戎支持他登基。你休要胡言！臣不敢妄言，证据尽在此处。陛下若不信，3日后北戎大王子觐见时，可亲耳验证。你想让朕如何做？请陛下移驾隔壁暗室旁听，臣会安排二皇子与北戎大王子在偏殿偶遇。若你所言属实，朕绝不轻饶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殿下不必紧张，本王子只是来确认那5座城池何时交割。急什么？本皇子说过会给。你先在朝堂上为本皇子美言几句，等本皇子册立为太子，一切都好商量。殿下放心，只要您信守承诺，北戎永远是您的后盾。不过，当年您给的那份军情图可真是帮了大忙，那3万将士也算死得值当。住口！这种话也能在这里说？怕什么？殿下当年可是亲口说，傅问州不死，两国难安。如今他虽活下来，腿却废了，也算兑现了一半承诺。逆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父王，朕待你不薄，你却通敌叛国，害死3万将士，还要割让城池，你
你还算个人吗？父皇，儿臣是被冤枉的，是傅文州陷害儿臣。殿下，臣只是请陛下亲耳听闻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臣陷害不了。来人，将这个逆子押入天牢。北龙大王子暂且扣押，等候发落。傅文州，你不得好死！陛下保重身体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二皇子勾结北戎，通敌叛国，泄露军情，致我3万将士战亡，又私许割让5座城池，罪大恶极。即日起废为庶人，削去宗籍，择日问斩。你不能杀我，我是你亲儿子。朕没有你这样卖国求荣的儿子。不，你不能！殿下，你在皇宫行刺皇上，罪加一等。你站起来了？不可能！你的腿……托殿下的福，臣的腿好了。逆子，你竟敢弑父！来人，将他拖下去斩立决！傅文州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皇上万岁！傅爱卿，你救了朕的命。臣分内之事。傅问州听旨，傅问州护驾有功，查办逆贼有功。即日起，封护国大将军，赐金印，领双凤。其妻温氏贤良淑德，救夫有功，封一秉诰命夫人，赐金册。臣谢陛下隆恩。温州，你做到了。小姐，二爷封将军了，您是一品夫人。香草，走，去抄家。所有人不得妄动，奉旨抄家，所有财物需造册登记，任何人不得私藏分毫。遵命！小姐，温实宁，你到这里来做什么？是来看我的笑话吗？奉旨抄家。你以为我会怕吗？殿下一定会来救我的。二皇子行刺皇上，已被判处斩首。今日午时，行刑完毕。你胡说！我没有胡说，圣旨在此，你可以亲自查看。殿下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你真以为你赢了？不，你永远都是个灾星。若没有你，我也不会落到这般境地。路是你自己选。我也是你，求求你，你帮我在皇上面前求求情。我不想死，我不想被流放，我求求你。我给过你机会，让你和离。现在，完了。温实宁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不，我怎么也不会放过你。小姐，她是不是疯了？父亲、母亲，不好了！二皇子被斩首了，二姐姐被判流放。这是他自找的。舒言他毕竟是我们养大的。养大的。二皇子通敌叛国，他差点连累整个温家。从今日起，温家与温舒言断绝关系，他是死是活与温家无关。父亲说的对，姐姐，他咎由自取。温家，父亲母亲一定会救我的。我是温家的女儿。小姐，
咱们快走吧，我要回温府，父亲母亲会救我的。你是阶下囚，还想逃？我是温家嫡女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让我见父亲。父亲，母亲，打开门！我是舒言，你们救救我！老爷吩咐，温家与温舒言已断绝关系，他的死活与温家无关，请回吧。不可能！你骗我！我要见父亲！父亲，母亲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我是你们的女儿啊！父亲，听说温家已经跟他断绝关系了。他自作自受，连累娘家，谁还敢认他？走。温世宁，我生母早说过，要我早日除掉，是我没做到，终究害了我自己。这人疯了吧？温世宁，你赢了。可你赢了我又怎样？你永远都是我才是你，我才是。温世宁，我生不可能逃脱。二爷、夫人，属下回来了，情况如何？温淑妍已被押送出城。只是他在路上说了些疯话。什么疯话？他说我生母早说过要我早日除掉，是我没做到，终究害了自己。他生母不是姨娘吗？听这意思，他说的你恐怕是指石宁。他生母柳姨娘为什么要害我？石宁，这事透着蹊跷。静安，他还说了别的吗？没有了，他随后就被押走，属下只听到这些。明日我要回温府，我陪你去。你先养腿伤，我自己去。有些事必须当面问清楚。伯爷、夫人，我今日来是为了一件事。你说，当年我出生时，府中花草尽数枯萎，灾星的说法由此而起。这件事的真相，你们可曾查过？当年的事早就过去了，如今你是侯府夫人，一品诰命，还提这些做什么？因为我在庄子上被关了16年，被人骂了16年灾星，我有权知道真相。温夫人，当年您生产时昏迷不醒，府中花草一夜之间全部枯萎，您可知道是谁做的？是老天爷的惩罚。老天爷？不，是人做的。是人做的，是柳姨娘。你胡说什么？柳姨娘已经死了多年。她的女儿温淑妍昨日在流放路上亲口说，我生母早说过要我早日除掉。不可能，淑妍的生母怎么会？不是真的也好，审一审当年柳姨娘身边的旧部便知。把人带上来。王嬷嬷，当年夫人生产那日，柳姨娘做了什么？王嬷嬷，二皇子已被斩首，温淑妍也已流放边疆。你若再敢隐瞒，便是同谋之罪，还不从实招来？老奴说，柳姨娘她让老奴带人烧了滚烫的热水，浇遍府中所有花圃。她说，只要花草全枯了，大小姐就会被当成灾星。是你，不是灾星，是我被人蒙骗了16年。柳氏，这个毒妇！温夫人，您听到了吗？我不是灾星，从来都不是。是娘错了，娘对不起。我只想要一个真相，如今伤害早已铸成，
从此你我两不相干。是你。温州，我不是灾星，从来都不是。我知道，我从来都不觉得你是什么灾星。16年，我被关了16年，被骂了16年，就因为这个灾星的名头，就因为他想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嫡女。都过去了，从今以后，没有人能再伤害你。石宁，我们生个孩子吧。等我的腿完全好了，我们生个孩子，我会一辈子疼他、护他，我会让他知道，他的娘亲是世上最好的人。好。师娘，你的医术进步之快，老夫行医数十年，从未见过如此有天赋的后人。师父过誉了，我不过是想把您教的本事都学扎实。学会了打算做什么？开家医馆？正是，我想在京城开一家医馆，专为贫苦百姓诊治，不收诊金，只收回药材成本。哈哈哈哈！好，这才是医者该有的人心。老夫全力支持你。小姐太好了，那咱们的医馆叫什么名字呀？就叫宁草堂吧，以草木之性济世，以仁善之心救人。好名字。大夫，我咳嗽半年了，实在没钱看病。听说您这儿不收诊费。老人家，您这是风寒入肺，不打紧。香草，取3副桂枝汤来。给您老人家。谢谢大夫。大夫，救救我的孩子，他已经烧了3天3夜了。把孩子放这里。香草，金针。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。不必客气，回去后多给孩子喂些水，记得按时服药。这位大夫真是活菩萨呀！看病不收钱，药也只收成本价。听说她就是侯府的二夫人，还是护国将军的妻子呢。下一位。今天辛苦了。不辛苦，看到那些人病好了，我心里就高兴。石宁，现在京城里的人都叫你活菩萨，没人再提灾星那回事了。我知道，你配得上这一切。温州，谢谢你，没有你，我走不到今天。没有你，我也站不起来。石宁，你的事我们都听说了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婆母，都过去了。二嫂，你现在可是京城的大红人，人人都夸你是活菩萨呢。弟妹，傅家以你为荣。我不过是做了分内之事。好孩子，你能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往后你就是我傅家的亲女儿，把这个送去侯府，交给大小姐。夫人，大小姐之前说过，与温家再无瓜葛。我只是想给她留个念想。石宁，娘对不起你，下辈子娘一定还你。石宁，如果你想去看看他，不必了。香草，收起来吧。温州，
我今天还要去医馆，你陪我去吗？当然，我陪你。16年黑暗，终见天光。往后余生，做想做的事，救能救的人，爱值得爱的人。